我发现到这辆车超舒服啊！我的乘客居然睡着了，给我拉油踩大油抠那个情况下，我乘客居然睡着了。有历史学家调查过，在20世纪初的时候，其实在纽约的街头呢，有1/3的汽车是电动车。当时电动车那么受欢迎呢，尤其是当时的上流社会这么喜欢电动车，原因就是因为呢，当时的电动车跟燃油车相比起来，第一，没有那么潮，因为以前的燃油车呢，那个消音器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之前呢，它排气是很潮的，然后燃油车比较臭。所以你想一下，上流社会去外面再回来，全身是那个油还有那种烟的味道，是很臭的。第三就是当时的燃油车非常的难 start， 所以如果你去过汽车博物馆，或者是你看过一些古董燃油车的收藏，你就会发现到他们在 start 那辆燃油车的时候是非常的困难，尤其是女生很难 start 当时的燃油车，而且当时的燃油车要换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来的，所以。电动车的优点就是又安静，又没有味道，又容易 start， 又容易使用。但是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就是以前的电动车，也就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电动车啦，它的价格是燃油车的6倍。当时很划时代的产品是 Ford 的 Model T， 那时候 Ford 的 Model T 跟当时的电动车相比起来，价钱是便宜过电动车6倍。加上你知道啦，电车当时的那个电池科技很落后嘛，续航里程很短。今天摆在你面前这一台 BYD Dolphin， 在马来西亚最新推出，由比亚迪推出的最新车款呢，它解决了电车的2个缺点，也就是续航短跟价钱贵的问题。它的价钱呢，现在你看到这辆是高配的嘛，120多千。你想一下，120多千，你要找一辆可以0到100 7秒可以做到的车，在 market 里面是很困难的。然后这辆车呢，充满电可以走一个420多公里左右，根据 WLTP 的标准，我相信很少有人一天会走那么多啊。就算是你要找一个一天开200公里的人都不常见啊，这样子的人。所以其实这个 BYD Dolphin 呢是一个很吸引人的6。然后这 BYD Dolphin 它有分成2种，一种是这个高配版，一个是普通版。这高配版的呢，它的续航里程400多，电机比较有力咯，性能比较强咯，然后最快的充电速度也是快过那个标准版的。然后接下来有什么不同的东西，你就把这个影片看到完，我就会跟你讲高配版跟普通版的差别。首先车头设计这边可以看到 BYD 的 logo 非常的醒目。这边呢是没有进气口啊，进气口在下面这边。对，然后这里是它的头灯 ，LED 头灯非常的好看。然后这辆车也是有现在很流行的那些主动安全设备，比如说像自动跟车、自动刹车、盲点侦测、路线维持系统，这些全部它都有了。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，你就会更了解这辆车。来到车身的侧边这里就可以发现到这辆车，你讲它是小车，它又不是很小。首先它的轴距是2.7米，也就是2700mm， 这样子的轴距距离呢，你要讲它是 B segment 好像又太大了一点，你讲它是 C segment 呢，又好像是 C segment 来的哦，因为这辆车的车身尺寸呢跟 Golf MK8 是接近的，但是它轴距是来到像 CS5 这样子的轴距啊。所以轴距长的好处就是内部空间表现会比较宽阔。再来就是呢，如果你是有骑脚车人啊，你就会知道，其实轴距长，也就是前轮跟后轮远的话呢，跑直路的时候稳定性是会提高的。就是大辆的脚车走直路的时候是稳过小辆的脚车。OK， 所以这辆 Premium 版本的呢，它的后方的悬挂系统是 Multi-Link 的，所以它是比标准版的后方的悬挂系统更加的复杂一点，所以我觉得它的乘坐表现呢，在路上走的时候，它的舒适性那些是会胜过标准版的，我是这么想啊。OK， 然后它的 rim 也是大过标准版的。OK， 然后这辆车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体的线条，如果你有看到它国内版的，以前它还没有推出的时候，这个是国际版的，你可以看它国内版的。以前它还没有推出这个国际版的时候，它国内版的尺寸是比较小的，尤其是车头是比较短一点。它这个国际版的车头就长了一点啊。So 你要讲它是 B segment 也可以，你要讲它是 C segment hatchback 也可以，没毛病。
所以这个就看你怎样子去定义这辆车啊。来到这辆车的后座空间这里呢，前面我已经调到我自己的驾驶位置，我是175cm，后面再做一个175cm的我，你可以看到它的后座空间表现非常的大，差不多一个拳头有4根手指左右的距离，哇哦！所以在后座的乘客会非常的舒服。然后它的椅垫长度呢，这点我非常的满意，因为它椅垫的长度，我整个人坐下去是吗？你看啊，我的脚跟这个椅垫啊的空隙只有2根手指的距离，你看，所以这一点是好过很多同级车的。就算是我的 CS5 呢，这个椅垫的长度都没有那么长，只是头部空间就会略显得比较拘促了一点，头部的空间就差不多剩2根手指左右了。所以如果我头发set高点，可能我头发就会动到这个顶。然后它顶呢是黑色的，整体的内装设计是我觉得好看过 Atto3 很多，因为它整个黑色给你一个比较简单好看的感觉。然后它的椅子你看啊，很难得哦，这个价钱可以有类似像跑车同椅这样子的设计，看起来非常的美观。然后再来就是高配版的嘞，它有这个天窗咯，全景的天窗，然后它还有这个 LED 的 Reading Light， 这个是你手按一下它就会开了这个灯。OK， 后座是没有冷气吹，但是呢，它有2个充电口，这2个充电口，一个是 USB-A， 一个是 USB-C， 所以新的线跟旧的线都可以用。然后这辆车的车底呢，它所搭载的电池就是 BYD 非常出名的电池，也就是磷酸铁锂电池 LFP 电池啊。这电池组是60 kWh 左右的电池容量。这个电池也是非常的安全，因为经过业界那些很严苛的，好像电池穿透测试啊之类的嘞，都可以过关。这个是比亚迪的电池跟其他电池比较不同的地方。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前座。来到前座这里，可以发现到它的驾驶盘。这样子很喜欢讲话。来到前座这里，首先可以发现到呢，它 steering 前方的这个 meter 是有点小，有点像那种 Superbike 的 meter， 但是我觉得比 Tesla 好了，因为 Tesla 连这个 meter 都没有。这个 meter 呢有非常多 information， 有你的续航里程剩多少啦，电量剩多少，还有你的驾驶模式啊，是 Sport 还是 Eco， 那个动能回收系统是 High 还是 Standard， 然后左边呢就可以看到你的功率啦，你踩带油的时候功率就会高，然后当你放开那个电门的时候呢，它在进行那个动能回收的那一刹那，这一个左边 kW 的表就会变成 negative 了，就是说你在放开电门的时候，车子在滑行的时候，它回收了多少的能量来充那个电池。电车是有这个好处了，你下斜坡的时候呢，它有动能回收，可以帮你补一点电。所以这个高配版的呢，它车内的冷气是有这空气净化的功能，然后有 wireless 的charging，再来就是呢，它有那个中间这个荧幕是标配版跟这个高配版都一样可以旋转哦。然后高配版的呢，它的椅子是有通风椅的功能的，像马来西亚这种热带地方，你如果开启通风椅的功能的话，就会让你的背后啊、屁股啊比较凉快咯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加分的地方。然后关于座椅的包覆性呢，刚才在后面有提到了，它的座位的椅垫长度是很长的，比我的 CS5 还要长。因为我 CS5 如果我坐在前座呢，我的大腿跟沙发的那个空间是3根手指左右的空间，这个呢只是2根手指左右的空间，就是它椅垫长了1根手指左右啦，这个很好。然后椅子的包覆性也是蛮好的，它这边两片这个东西呢，它可以把我的腰支撑到很好然后方向盘的厚度也是我喜欢的，够厚。然后这边呢就要称赞一下比亚迪，它跟其他的日本车呢都是比较重视细节。怎么说呢？你看啊，它 signal 在右边的，你知道吗？中国是 steering 在左边的嘛，所以在左边呢，
它的那个 signal 就在左边，因为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呢，就是你打 steering 的手跟你打牙的手要是分开的手，这样子是比较安全啦。所以在 steering 在左边的地方，比如讲在欧洲、在德国、在中国这些呢，它的 steering 在左边的地方的那个车呢 signal 就在左边。但是很多时候像德国车、那欧洲车啊，它搬来右驾的地方的时候 ，steering 在右边的地方的时候啊，它的那个 signal 信号灯没有跟住搬过来，但是比亚迪就有搬过来咯。所以你看，在 steering 右边的国家，它的 signal 就在右边；steering 在左边的国家 ，signal 就在左边。其实这个是不是做不到啊？是做得到，是看你有没有重视那个细节。所以我相信比亚迪是蛮重视细节的。OK， 然后这边它排档杆就有点特别了，它 PRMD 是这种属于按钮式的，一开始用可能会不习惯，但是之后用一段时间就 OK 了。然后其他按钮呢，它这个是有点像钢琴这样的感觉，但是又不是钢琴哦，比较难形容那个感觉了。所以你如果是想要看这辆车，想要试这辆车呢，是可以去到新山他们的 showroom， 在新山他们 showroom。有蛮多间的，但是目前呢，暂时他们是有开，是在那个 Mid Valley、South Key Mid Valley 的 Coffee Bean 那里啦。So，那体验是不错的，去 shopping 然后顺便去看一下车。好，它的内装呢不错，冷气出风口的底站也是有一点复古跟现代之间的结合。OK， 差不多是这样子了。我们看一下前面的 Motor Bay， 看一下后面的那个尾箱容积，就去 Test Drive。Let's go, baby！来到 Motor Bay 这里呢，可以发现到呢，其实它里面是 Gosong 没有什么东西的。现在是已经在 start 着的情况下，我相信你听到的这个声音是里面的冷气的声音啊。电车的马力啊跟扭力都是蛮大的，它的动力都是蛮强的。但是为什么呢？它里面的东西那么少诶？主要就是得益于电车的运作原理方面的优势，因为电机呢，它主要是由转子跟定子组成的，它的 motor 啦。它们定子在通电了之后呢，它会散发出一个磁场，然后那个磁场呢，让当中的转子转动，然后转子呢，它是连接一个转速齿轮，然后再把那个动力传输到轮子那边。所以你看啊。转子的动力到轮子那边呢，它的损耗是很小，它是非常有效率的，好像是差不多那个电池的电是吗？去到轮子那边哦，它是可以保留差不多90% 的那个能量，所以是非常有效率。然后我刚才提到，我刚才有讲了嘛，它的定子通电啊，散发出一个磁场，让转子转动。然后你看啊，它的转子跟那个定子之间呢是没有硬性连接，它们之间是有一个空气的间隙，差不多是0.2mm 到2mm 之间的空气间隙啦。所以呢，比较懂车的朋友现在应该知道了，它们之间没有连接就没有摩擦，它们不像 engine 这样一直在摩擦嘛，所以它们就不需要黑油，不需要润滑油。但是他们需要这个coolant，这个粉红色的这个coolant来冷却电机。OK， 所以我刚才有提到了咯，你看啊，那个电动马达很有力嘛，它不需要 gearbox， 它只是通过一个减速齿轮让电机的速度降下来。如果你有听说过物理学上面的 angular effect 之类的啊，你就会大概知道，当那个摩托转很快嘛。你把它连接到一个转速齿轮呢，它就会散发出一个强大的扭力来推动这辆车。因此，这辆车不需要 gearbox 也可以爬山坡、上山坡，不用 turn 什么 low gear 之类的，它就只有1号减速齿轮，因此它也没有压油可以换。这一点跟燃油车非常不同。燃油车里面呢，它的那个 engine 啊，哇，很复杂的。你想想，如果有一辆跟这样的马力一样200匹的燃油引擎啦，它东西几多的嘛？那单机要大咯，然后 engine 要大咯，然后 gearbox 又在那边咯，所以整体来说呢，从这边就可以看出，其实电动马达、电动车的 maintenance 是便宜过燃油车很多，它也相对比较简单。因为燃油车它的那个活塞跟气缸壁一直摩擦，它那个 valve 啊、那个气门啊，还有那个 crankshaft bearing 啊 ，crankshaft 一直在摩擦，很多机件一直在摩擦，所以需要黑油那些。然后压箱也是一样咯，需要压箱润滑油咯，所以电车这些东西都不用。然后比亚迪所提供的 maintenance 也是非常的吸引人啊。
对，要入手电车的朋友，现在是一个时机，我觉得趁着政府在免税鼓励人民用电车的情况下来，用这个政策的优惠来入手电车。So， 差不多是这样，我们看一下后面的boot。来到这辆车车尾的底站，可以发现到它的灯呢是海浪的设计语言啦。然后你看到这边有很醒目的 BYD 的全名咯 ，Build Your Dreams。然后这个跟 Atto 3相比起来呢，是比较低调一点，因为 Atto 3的话是在上面这边嘛，啊这边就有 BYD Dolphin 的字样。后面呢是没有 Power Tailgate 的，是手动开启。它的尾箱空间其实是不错的，有345L左右，这样子的尾箱空间呢，其实在同级当中呢是蛮不错的。首先过一下这个 hum， 看一下感觉怎样。哎呦，处理得蛮好，因为刚才那个 hum 呢，它是属于那种 shopping center 那种 hum， 所以这种 hum 哦，如果你的速度超过10去过它，就会很跳。但是我刚才过了，我感觉是还 OK。然后在前面是有几个 corner 啊，因为我熟这一条路。OK， 哇，动力表现很劲，比 Atto 3好，应该是因为它车身比较轻的关系。哇，哎，奇怪哦，又软这样哦，这辆车那个悬挂设定。不错，虽然软这样，不过 corner 哦还行。虽然软这样，不过 corner 的时候那个侧倾还是很容易控制，还是很容易 corner 的。OK， 看我现在跑一个70左右过这个 corner， 哎还行。刚刚那 BB 应该是那个路线偏离警示啊。我那个动能回收我已经开到 high 了，所以我放开电门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 charge 是29 kW， 234 kW 这样的。所以这个功能开启了之后呢，在我放开电门的那一刹那，电动马达就会散发出一个stop， 电动马达就会散发出一个 stop 转子转动的磁场，然后这个时候轮子跟转子是在动的嘛，在这边就实现了充电咯。所以简单来说，就是这个动能回收系统是我开启的时候，我开了 level high 的时候，我放开电门的时候，它就会帮我 brake。这个 brake 不是 engine brake， 是 motor brake。那 motor 在帮我拉慢这辆车的车速，然后与此同时，它就为这个电池充电。这个东西是很好的。所以如果你会控制的话呢，你就很少需要踩到 brake。像前面如果我要放慢的话，我就放开电门。就 negative 30 kW 这样，哇，你看没有踩到 brake。这也是燃油车做不到的事情了。因为燃油车你可以退压，可以做 engine braking， 但是它无法让你增加更多的燃油，但是电车是可以的。首先，我觉得那个马路的声音是有一点点明显。可能是因为它大压的关系，因为它原装的大压是这个玲珑出的，特地为这个 BYD Dolphin 出的一个大压，所以可能是在路噪方面压制那个路噪的表现方面呢是逊色一点。OK， 前面有一个坑洞，哇，我喜欢它处理坑洞的方式，是属于比较舒适这样的。但我没有踩到 brake， 我放开电门，它就 regen 帮我拉慢这样子。所以发明交流电机那个人真的是一个天才啊！那电机可以向前，可以向后，可以加速，可以减速，用一个摩托一个电机就可以做到。放开电门，我没有踩 brake 啊。哇，它回收速度差不多是我放开电门的时候啊，它1秒钟会减一个3这样，所以我如果跑60，我放开电门哦，1秒钟它就会跌到剩57，哇 ，OK， 你看，
整个体验是很好的，然后它很安静，没有什么听到那个 engine 的声音。sorry， 它没有 engine， 我还讲什么鬼？它没有那个燃油引擎的声音。原来这样舒服哦！哇，我发现到这辆车超舒服啊！我的乘客居然睡着了，在我拉油踩大油corner的情况下，我乘客居然睡着了。喂，来了！哇，他的 corner 不错，真的是。好的，今天的试驾影片大概是这样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记得订阅一下我的频道，还有为这个 video 点一个 like， 你的支持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。我们下次见。